朋友们 ，Meta 发布了声称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模型 AI 视频，在今年下半年可以说是爆炸式发展。Meta 发布的这款 MovieJam 模型在 demo 演示里已经可以生成指定模特的视频，角色的一致性可以说达到了1:1复刻人脸的效果。它甚至可以进行文本编辑现有视频，把动态画面里的某个物品换成其他物品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用最先进的媒体基础模型生成的一些例子，看看 Meta 这次画的大饼怎么样。这是他们团队放在报告首页最上方的一段河马游泳的视频，自由流畅的在水下游动，水面上呢有倒影，非常的清晰，飘着的花朵，还有旁边游动的鱼，没有奇怪的虚化和变形。河马在水中划桨一样游来游去的动作，身体结构没有融合。随着影片时长推进，河马的一致性也保持得不错。用他们的话来说 ，MovieJam 为沉浸式人工智能内容设定了新的标准，终于可以大幅度的跑起来了。小女孩跑到石头前面的时候，影子呢会打在石头的上面，每迈出一步，沙滩上就会出现一个脚印。不过问题来了，风筝怎么跑到了人的前面去了？反正我放风筝的时候呢，从没有试过跑到前面的风筝会不落在地上还能飞起来的。OK， 接下来就更加奇怪了，风筝飞到了右边，但是风是往左边吹的，看小女孩的头发被吹到左边就知道了，所以这只风筝在逆风飞翔，并没有力作用着它，模型还是有缺陷的。再仔细看，牛仔短裤会随着脚步出现褶皱，这个视频最低也有 1080p 的分辨率。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模型能直接生成 1080p 的 AI 影片了，比如我上周详细介绍过的可伶 1.5，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。再来看看左边这个影片，手上放飞的灯笼变成了泡泡飞向天空。来看一下下面的提示词，只用了 transfer A into B， 把 A 替换成 B， 就像 Excel 指令一样，用文本提示词就编辑了视频。编辑图片就见多了，准确编辑改变视频画面里的某个对象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演示。要是哪个模型开放了这个功能，我是很乐意为它付费的。往下拉，还有几个文本编辑视频的演示。左上角是原始视频，右边文本输入了让他的手抓着蓝色的花球，文本执行的很成功。但是整个画面的场景虽然几乎一模一样，不过原始的影片中对比度更加的自然，而另外的3个编辑过的视频对比度就很高了，人物的边界特别的明显，也就是 AI 的痕迹很重，就像Pixelabs 1年前生成的视频一样，这反而有点技术倒退了。大家现在都在追求更加自然的人工智能结果，不过文本理解很厉害。换成仙人掌沙漠，除了出现了仙人掌之外呢，远处的背景也变成了光秃秃的山丘。除了把 A 替换成 B， 还可以去掉某个物体，比如取下 VR 设备。不过后脑勺这里没有复原回来。也可以添加场景特效，还可以改变天气，双手可以加上火花，这个就特别好，把它放到体育场上，和后面看台上的观众融合得很自然，感觉它就是在做准备运动，比赛马上就开始了。变更场景能做到这么自然，这个功能是我最期待的了。这个南瓜女人的影片右上角原本是没有这个头像的，把头像放在这里只是告诉我们，这款视频模型可以导入一张参考头像来生成一致角色的影片。通过文本描述，女人戴上了围巾，坐在南瓜草地上，拿着杯子在喝水。这个功能我们一般叫做创建 AI 模特，以前只能生成模特的图片，现在已经可以生成同一个模特不同场景、不同动作的视频了。但在我看来，这样1:1复刻模特人脸直接进行文本生成视频是很难实现的。现阶段我们能使用的模型里面，还只是先上传人脸，然后生成图片，再让图片动起来变成短影片。再厉害一点，就是让影片纯行同步。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这2个例子呢，是在我往期的影片里都有详细介绍，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描述栏，大家可以仔细的研究一下。
对比 Meta Movie Gen 展示的功能完全不同，可以说是天差地别。如果真的已经完成了模型角色一致的训练，那确实它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成式模型了。但是有一个缺陷肯定是还没有解决，为什么发型不能按照我的参考头像来呢？这很重要。比如男官女人不可能同一个人脸角色，白天去草地是长头发，下午去咖啡厅又帮我生成了一头卷发，明天去度假再变成了短发。希望这些模型在训练的时候，除了人脸也要加上发型的训练。实在还不能实现的话，那就提供发型选项，让我们手动确定发型好了。使用视频和文本输入生成背景音乐，这个功能没有亮点，毕竟像剪映、万星这类剪辑软体都已经有 AI 配乐功能了。我起初还以为是同时生成影片和配乐呢。不过它的亮点在于音效和音乐同步生成，有瀑布声音，也有音乐的声音。我们打开这个小喇叭来试听一下。配合得很好。再来看看右边这个，打开小喇叭，蛇爬行的声音有听到了吗？有背景音乐，还有蛇爬行的声音，还有远处一些昆虫的声音吧。再来看看这个，是沙漠上的摩托车漂移的音效，特别的带感。看一下这个滑板的，滑板和地面碰撞的声音，还有滑行的声音。企鹅的，落水的声音和交响乐的，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交响乐的，但是我觉得那个落水的声音特别好。这是放烟花的。这也太逼真了吧！这里起码有3到4个的音效组合，让我们自己去找来匹配的话会很花时间。OK， 我们再往下，这里呢有它的一份研究报告。报告里面可以看出模型不太可能是直接开源的，并且呢目前还处在研究的早期。那我也会持续关注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。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